你住过顶楼加盖吗？根据2020年底的统计，全台湾目前有爆查的违章建筑至少有超过69案件，而这些违章建筑隐藏着很多的争议还有风险，但是要拆掉却非常不容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违章建筑吧。本期节目由 Giloo 即时影音赞助播出。Giloo 线上影音平台提供各种电影、纪录片，带你一起用不同角度看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说到违章建筑，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顶楼加盖。尽管大家都知道住顶楼加盖呢会有蛮多的风险哦，但因为租金便宜，所以还是有些人会住在这样的空间。不过所谓的违章建筑可能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样貌。虽然目前账面上是有69万件哦，但实际的数目可能远远不止，而且每年都还在快速的增加当中。我们走在路上呢，可能到处都能看到。那到底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违章建筑？这个问题有办法处理吗？一般来说，想要盖房子的人，无论是要盖一间新的房子，或是改建现在既有的房子，都需要先跟政府申请。政府确认这个房子符合法规的要求之后，就会发执照，而民众拿到执照之后，就可以合法的盖房子。所以简单来说呢，今天讨论的违章建筑，就是没有经过政府确认就擅自建造的建筑，像是顶楼加盖啊、路边的铁皮屋、农地的工厂、阳台或是骑楼外推，或者是在挑高的室内隔出楼中楼等等。不过这边并不是说看到这些就一定是违章建筑。重点是他们动工之前有没有申请取得执照，而后来盖的样子是不是也符合原本申请的内容。如果有一个没有做到，那就算是违章建筑。而政府之所以要管到大家怎么盖房子，主要呢是为了确保民众的使用安全或是整体都市计划的需求。那都市计划的部分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聚焦在民众的使用层面来看。在建筑使用的部分，我们主要从安全还有纠纷这两个层面来讨论。以安全考量来说，最重要的呢，当然是要防止地震还有火灾。例如改建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破坏负责承重的墙壁，或是打掉一些小的梁柱，影响到房子抗震能力。那如果是顶楼加盖，可能导致房子顶端的负重增加，而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房子需要承受的摇晃外力就会变大，抵御强震的能力也会因此变差。而另外，顶楼加盖通常都是牵楼下的电，在电器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发生电线走火导致火灾，而且违建的部分也可能会挡住逃生或是救灾的动线，有些隔间也会使用易燃建材，而这都可能让灾情变得更加严重。至于纠纷的层面呢，有些违章建筑会盖在公共的空间，像是顶楼或是骑楼，这些原本是大家可以一起使用的地方，如果被特定的人擅自拿去盖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纠纷。而另外因为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可，违章建筑并不能够像一般的房子那样进行合法登记，所以买违章建筑人在法律上面不能够取得房子的所有权，只能取得一个在法律上面叫做事实上处分权的权利。如果他事后遇到一些法律纠纷，例如像是抵押借钱等等，处理起来呢也会比合法的房子还要更复杂。好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很好奇，这些违建问题的源头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台湾的违章建筑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那个时候呢，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逃到台湾，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台湾原本的房子并没有办法负荷那么多人，所以政府就开始给违建发门牌发水电，默许大家盖违建。而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觉得他的目标呢是反攻回去，台湾比较像是他临时居住的地方而已，所以没有那么认真的做都市计划，于是违章建筑就开始满地开花。而根据1964年的违建报告统计，当时台北市几乎有1/3的人口都住在违建里面，而直到1970、80年代，这些违建的聚落常常发生火灾，然后巷弄又太狭窄，这个消防车呢想要救火也很难开进去，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违建问题应该要处理了。像是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就是最有名的转型案例之一。在日治时期呢，大安森林公园原本是规划成7号公园的预定地，但后来大量的移民涌入，一度呢拥有了超过2-3千户的违建，而一直到1992年，政府开始拆迁这边的住户，并给予一定的补偿，或是优先承租国宅等等的福利。而1994年这块地整治完成，对外开放，变成了现在的大安森林公园。不过，虽然从80年代开始，政府已经陆续的注意到违建问题但为什么现在还是越来越多呢？
我们看完资料之后发现呢，违建这么多的理由非常复杂，可能包含了像气候、经济、空间、法规等等蛮多不同的因素。首先，台湾的气候潮湿，常常下雨，很多老旧的房子啊、顶楼、窗台、阳台等等的地方就容易有漏水的问题。有人就会想到，不然用铁皮屋把这些容易漏水的地方盖起来，防止表面积水。而第二，在台湾呢，越来越多的人口朝向都市流动，都市的居住需求大幅的提升，于是有越来越多的房东就会透过顶楼加盖，或是把原本的房子隔成很多间的方式来赚取房租。而第三，台湾的建筑法令越来越严格，政府会要求新的房子要设计消防的通道啊、避难空间，再加上建商为了要卖房子，会规划像是交易厅、健身房等等的公共空间，导致现在的房子呢，公设比常会超过30%，室内呢可以使用的空间太少，就会让很多人开始打起违建主义。例如当他盖完房子拿到政府的执照之后呢，会再把一部分的房子打掉，偷偷更改格局，把室内隔成楼中楼、阳台外推等等，想要争取更多的使用空间。只要邻居不知道，或者是没有人检举，就可以侥幸躲过政府的规定。可是这样子偷偷盖违建，真的不会被拆掉吗？根据违章建筑处理办法呢，拆除违建的这个不容物其实主要会有各县市的主管机关来执行。这边虽然每个县市的规定都有一些差异但概念上多半会依照违建类型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有的会依照违建出现的时间，以台北为例如果是1995年以后的称为新违建，而这类违章建筑呢，基本上只要有人检举都是即报即拆。像是这几年数量很多的农地工厂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而1964年到1995年中间的称为寄存违建。这种我会列为暂缓拆除暂时拍照列管。但如果是大型违建或是政府认为它会危害到公共安全的违建，那就会排在前面优先拆除。而至于在1964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违建同样也是列为暂缓拆除。如果有危险的话呢，一样会优先拆除。但针对这类的建筑呢，政府允许屋主呢做一定程度的修缮。那看到这边相信有些人会问说，这种违法的建筑为什么不直接拆掉就好，还要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因为要拆这些违建真的很不容易。要拆违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屋主自费把自己的违章建筑拆掉，而第二种呢是由政府拆除之后再跟屋主收取费用。那乍看之下呢，这两种方式好像差不多，但最大的差别是，如果选择由政府来拆，那这个违建呢就会被列入政府排队要拆的名单。等到真的要拆呢，可能要等好几十年，因为政府的经费还有人力非常的有限。举例来说，台中市呢一整年拆违建的经费只有500万元，但是呢要出动一辆怪手来拆房子呢，就大概花个20万，等于1年只能够拆几十栋的违建，但排队拆除的名单呢却有将近是7万件，这导致很多人就算被查到违建，也会侥幸觉得拆不到自己，或者是被政府拆掉之后呢，又再把违建盖回去，反正呢要等到下一次政府来拆，一定又会很久。而除了经费的问题之外呢，要拆违建还有其他的难题例如有些民众因为不想被拆，就会找议员关说，然后议员呢就会去关切，使得这个拆除的进度受到阻碍。而甚至在选举期间，有些地方首长为了不要得罪选民，通常呢就不会太严格的取缔违建，有的时候反而导致有些人就趁这个时候赶快偷盖违建的状况。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些住在违建里面的民众本身就属于经济弱势，把房子拆掉了，他可能被迫要花更多的房租才能找到房子，所以不愿意支持或配合。这个时候政府势必也会需要连带的去处理安置或是赔偿问题，让执行增加更多的变因。而在执行本来就很困难，做了又容易被反弹的情况之下呢，有不少首长对于违建的态度就显得比较消极。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这边呢，我要特别谢谢志祺7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重要的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加入，或者从资讯栏的这个连结加入我们的会员。好的，那话说回来从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违章建筑背后有多方的角力，也有各种议题的交汇。违建大量出现的背景呢，有历史政治，有空间因素，后来又掺入了像是贫富差距居住正义、国土规划，甚至是环保的问题。而关于拆除经费不够的部分有人曾经提过修法，以罚代拆，政府不需要花预算去拆，只要明文规定违建的这个屋主呢自己处理，不然就一直罚钱，罚到你拆完为止。这个提案看起来可以解决钱的困境，但行政院呢在处理这个提案的时候却审查的非常慢，因为有的违建呢是住宅，有的违建是工厂，类型复杂，数量又超大，一旦它牵涉到的利益团体越多，相关修法的沟通成本就越高，所以直接用政治的力量去修法或是强拆
拆，下一次选举可能就被反扑。那要是一直不去处理，那民众的这个居住安全问题又可能成为一颗不定时的未爆弹。所以最后想来问大家关于违建的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违法就是不对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硬起来罚钱呢，并要求屋主尽快的拆除，并成立第三方的处理委员会，由他们判定什么违建呢应该要拆，什么应该要罚，这样就比较不会有政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政府呢不需要特别去管，屋主呢如果乱改建出问题后果就要该自己承担。听其他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么多的违建到底是哪来的。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城中城火灾事件以及国土计划法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是1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